大家好，我是带着镜拿着话筒的拉天下偏偏。今天继续说《世界奇妙物语》里的悬疑短片推理出租车。在一个雨夜，小白神色匆匆地走在马路上，好像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然后他搭乘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大饼人如其名，是个脸比饼大、嘴比芝麻碎的油腻中年大叔。从小白一上车就开始没话找话，请问您是汪峰吗？不是，真的不是吗？真的不是，名人就是爱装，我又不找你要签名。这天聊的汪峰听了都想打人。就在小白准备反驳他的时候，大饼话锋一转，说他听自己的侄女说过，名人最讨厌被陌生人主动搭讪，但你不理他，他反而自己报上名来，还说这种心理和罪犯很像，有的罪犯会重返犯罪现场，有的分明在潜逃，却故意向人提及自己的案情。小白听到这些话后，表情严肃起来。大饼又开始聊起自己最近拉过的电视台女主播，为人傲慢，态度恶劣，和上一任女主播小美根本没法比。说起这个小美，大饼突然开始两眼放光。他说自己是小美的死忠粉，但小美半年前在家中被杀，凶手至今还没落网。更巧的是，小美生前就住在这附近。小白听后顺口说了句：“听说是过激粉丝干的。”大饼却对小白的说法嗤之以鼻，认为不是粉丝，而是跟踪狂干的。小美有次坐出租车，不小心把笔记本落在了车上，从那以后就经常被人跟踪，甚至收到了很多骚扰电话和短信。大饼认为那个跟踪狂就是在小美之后上车捡到小美笔记本的乘客。这个剧情走向分明就是在暗示小白是凶手嘛。但小白却看着大饼说，凶手不一定是乘客，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出租车司机。话音刚落，大饼嗷就是一脚刹车。就在偏偏以为一切都被小白说中，即将高能的时候，大饼依然冷漠地告诉小白前面是单行道，需要绕行。之后大饼继续分析案情，据说在案发前，小美和一个已婚记者的恋情被曝光了。之后记者的妻子就在家中不小心从椅子上跌落摔死了，警方认定是意外死亡，但也有疯传是小美干的。大饼也觉得很有可能是小美杀了记者的妻子。小白吐槽说哪有你这样的粉丝啊？但大饼却解释说自己是在小美和记者的丑闻被曝光以后才粉转黑的，而且他认为小美被杀很有可能是小美自己搞的阴谋。接着大饼将车停在了一栋房子前，并告诉小白这就是小美生前住的房子，凶手就是通过院子里的那棵树爬上2楼的窗户杀人的。大晚上的遇上个司机不停跟你讲命案已经够闹心的了，居然还莫名其妙的被带到案发现场，这要是遇上个暴脾气的，大饼以后也就基本告别开车了。小白也果然变得烦躁起来，催促大饼离开。大饼一边开车一边继续推理，案发时明明是在冬天，2楼的窗户居然开着。他大胆猜测小美出门前故意没关窗户，然后引凶手上门，并撒谎自己的钥匙丢了，让凶手爬上2楼帮自己开门，好伪造跟踪狂入室的假象，目的就是以正当防卫的方式杀死凶手。只是没有想到反而被凶手反杀。这一番推理成功引起了小白的兴趣，他也开始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。根据小美想要把凶手伪装成跟踪狂这一点来说，凶手肯定不是小美熟悉的人，也不会是和他偷情的记者这种公众人物。也许这个人手上握有小美的把柄，如果小美杀死记者妻子的传闻是真的，说不定小美正是在去记者妻子家行凶的时候，将笔记本落在了出租车上。捡到笔记本的司机知道了小美的杀人计划，于是开始勒索。这样一来，小美就不得不设法除掉出租车司机。就像大饼刚刚说的，逍遥法外的罪犯总是喜欢返回他犯罪的地方，还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犯罪过程。而刚刚大饼就带着小白去了小美家的楼下，也不停地在和小白聊小美的案情。由此可以推理出，杀死小美的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眼前的司机大饼。谁知道听到这番推理以后的大饼突然哈哈大笑，并说自己绝不可能是凶手，因为警察已经结案断定记者妻子是意外死亡，而非小美所杀。另外，凶手之所以从2楼的窗户闯入，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美的阴谋，而是因为当时小美养了猫，为了让猫自由出入，所以小美出门才不会关窗户。这是大饼从小美邻居那里收集到的证词。为什么大饼会收集证词呢？因为在半年前小美遇害的时候，大饼还是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察，3个月前才转行开启了出租车，凶手当然不可能是他。小白松了一口气，并且开始向大饼抱怨，都是你胡说八道，把老子给带沟里去了。大饼却表示这不就是下雨天夜个景吗？所以编个推理故事来渲染一下气氛。车辆到达目的地，大饼突然转过身来认出了小白，问他是不是那个很有名气的魔术组合的成员。小白说创意和梗都是搭档想的，现在搭档开始对小白不满，准备解散组合单飞。就在刚刚他们还大吵了一架。大饼说怪不得刚才你上车时一脸神色慌张的样子。此时小白陷入回忆，原来就在上车前他亲手勒死了自己的搭档。小白感觉自己已经被大饼看出了破绽，不管大饼是报警还是勒索，对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，所以小白决定杀人灭口。原本应该下山的小白突然换了个目的地，让大饼开进一条偏僻的小路，并且从包里掏出了绳子。故事的最后究竟是小白杀死了大饼，还是大饼反杀了小白呢？开放式的结局是世奇的惯用手法，偏偏来分析一下。我认为谋杀小美的真凶就是这个叫大饼的出租车司机。首先，大饼说自己是警察只是片面之词，他很有可能是为了洗脱嫌疑而向小白撒谎。其次，就算大饼3个月前真的是警察不是司机，但是他自己也曾说过小美的笔记本掉到车上被后上车的乘客捡到，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捡到笔记本的乘客就是当警察的大饼呢？另外还有种可能，小美因为被跟踪狂骚扰而报警，刚好是由大饼受理，他可以名正言顺的调查小美，也知道了小美养猫不关窗户这些细节，所以很可能记者妻子就是小美所杀。大饼掌握了小美的把柄以后要挟小美，反而被小美设计引到家里，最后在反抗中失手将小美杀死。作为警察想要打扫犯罪现场可谓轻而易举，所以这起案子才一直没有破，因为凶手就是办案的警察。后来大饼辞职转行做了出租车司机，并不时回到案发地点，就是出于罪犯总是会重返现场并故意向人提及案情的心理。再来分析结局，大饼明明已经怀疑小白，还把车往偏僻的小路开，可以看出他也清楚小白想杀自己灭口。
但是自己又何尝不想杀小白灭口呢？所以就顺势开进了偏僻的小路，因此才说这是个开放式的结局。大饼和乘客2个人都是杀人凶手，最后谁输谁赢就留给观众自己想象好了。《世界奇妙物语》是日本经久不衰的电视巨著，1990年开播至今已经播了28年，累计播出了几百个脑洞大开的奇妙故事，绝对算是悬虚里最大的一个坑了。为此，片片决定做一个关于世奇的专栏，从几百个故事中精挑细选出必看的10个故事，做成10个深度解读的视频，每周更新1期，深挖每个故事背后你没有 get 到的精彩看点。大家想看又没时间看，看了也没看懂，或者压根因为恐怖不敢看的小伙伴，欢迎来我的微信公众号小片片说大片，点击菜单栏右下角的专栏购买。因为大部分都是老剧，画质比较差，这次搞个优惠大酬宾，不要9块8，只卖6块8。再说一遍，每周更新1个视频，连更10期，一共6块8，平摊下来一个才几毛钱，但可以保证每个视频都百转千折，精彩纷呈。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反正片片依然会继续做大量免费的视频给大家看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拜了个拜。